好，主席，我请部长哈。请林部长。部长早，委员早。部长，今天想要跟你讨论这个交通安全嘛，哈。是。那事实上，在交通部的报告里面，从第4页到第11页，很多的篇幅都在着重这个交通安全。那其实我今天讨论这个大车啦，哈，大卡车、大客车，还是讲大型的动力机械，哈，其实我内心非常的难过，哈，因为其实这个造成很多的这个伤亡嘛。那很多的状况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个状况，所以其实交通部琢磨这么多，其实部长你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嘛，希望就是讲大家让来研究这些生命的这个流逝的这个状况哈。那我想请教部长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照片保定你敢知影讲这个出自哪一个杂志？嘿。这世界有名的，对这个这个就是 National Geography 嘛，他认为说台湾的这个咱的欧多拜真多，所以就是也是认为说蔚为奇观呐，那因为就是说咱的这个少年家也好啦，或者是说咱的这个学生，那因为骑摩托车的这个状况，那我们的这个摩托车的状况也是世界这个密度是世界冠军嘛，那都高于世界各国非常多，那。像这样的状况，这其实咱感觉讲，这是一个做正常的这个状况，就是讲，有一台拖拉库，一台砂石车，那旁边有很多的这一个摩托车的这个状况，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大家都在讲的，欧多拜是人包铁嘛，这沙石啊是铁包人，所以当它撞上去的时候，不管是内轮差也好，不管是说防止卷入装置被卷进去也好，那搞过去。可能这个机车骑士都已经没命了，那所以就是说有很多的交通事故，事实上我们的这个事故的死亡率也是高于这个世界先进国家啦，另外日本，跟我们比起来差距这么大，那剩下的美国的、英国、法国这不用讲，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事故的死亡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就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有一些概念，就是说希望能够改善嘛，那部长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就是说希望能够减低啦，把这个防止卷入装置能够降低到20公分。修改法规，从侧边的防卷入装置下。这个是台科大林奇宇教授一直在主张的。在这个30公分底下，它还是可以进去，就代表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内轮差之后被撞倒之后，接着就被压死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规定40公分根本就太高了。20多岁的壮硕男生躺在30公分高的防卷入装置旁，依然有可能卷进车底。防卷入装置离地面够低的话，就是说40公分进去，人了尬里皮嘛，所以就是说如果放到20公分这个状况，然后身体可能就是的美金以别状况之下，虽然受伤，但是也许命还在的这个状况，那这个状况呢，不知道部长。有没有清楚说这样的一个倡议？是有我有收到这些资讯我也有请我们同仁就是我们包括路政司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研究。对，那现在就是我们的车安中心也邀集了林教授，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就相关车辆这个这个打造还有相关的这个这些工会啦客货运工会来研商。是部长，我跟你讲就是讲。像你讲的啦，2019年11月27号的时候有一个公听会嘛，是，然后2020年6月3号又有一个公听会，但是我去看这个记录啦，我是觉得说奇怪呢，交通部有派代表啊，交通部有代表，公总有代表，然后甲理所嘛有代表对嘛里面的内容这个会议记录，交通部的代表都没有发言公总代表也没发言。监理所的代表嘛不发言，所以到底交通部的立场是什么？因为根据这个林奇宇教授的统计如果说改成这样的一个从40公分，你起码40公分的为人驾驭嘛，你20公分的为人撸袂去，内轮就算内轮差只是把这个人推走而已，这样的话可以每年减少300条的这个人命。那这个会议记录里面，我是觉得。这样的会交通部的官员拢总无表示意见，
那有代表意见是什么？好，学生认为说这个应该要改进。好，那教授认为说这个要改进，交通的专家认为说这个应该要修到20公分。汽车工会的代表都说反对，要再研议，因为这可能会造成车体的损害。那我现在就要问了，那交通部的这个态度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涉及这么多条的人命，那每当公安一直严厉哦，那已经开过2次公听会了，也总是要做一个决定啊，部长。是跟委员说明哦，车安中心大概在10月中就会提出这个研究计划的初稿了哈，这根据几次的这个座谈嘛哈。对。那这个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各种因素，因为40公分改20公分，当然对各国的规定哦，是像欧盟也是40公分。那业界有一些他们认为说涉及到道路的坡度啊，对，好，那安全的问题，这个所以要处理好嘛。其实这个部分哈，我跟部长报告哈，事实上也有提出这样，你看，这就是这个货车侧边下降之后的车子的范例嘛，台湾嘛有啊。也很多啊，包括公车也是这个状况嘛。那部长刚刚提到的，事实上教授也讲说，那事实上有一个浮动的装置嘛，可比讲你上坡后，你有上面状况，你要去刷咯等等，你有一些浮动的装置可以去处理啊。那我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说，事实上像这样的会议已经开过2次，2次里面有一个共识哦，就是说政府应该要去实际上去测试，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说政府为什么每次开完这个会之后，在会议中拢没表示意见，那都是这个汽车的同业工会，然后再反对，然后这些学生在赞成，好，然后呢，这个之后人家明明是说好，那政府是不是要去执行测试嘛？因为交通部是有能力去进行测试的啊。如果说今天有上面问题，也让测试来概括这类问题，甚至有一些浮动的装置，但是他就是没有去进行测试。对啊，所以导致这个状况就是一直在发生嘛。是因为委员有提案过嘛，那针对这个部分，因为9月底嘛，现在就是当然2个连假，我们就是10月中针对这个车安中心他们会提出他们这个怎么去测试试验的这个计划出来，所以应该是说要尽快的赶快去测试嘛。对，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再来讨论，那尽快有一个态度出来，否则的话，交通部都是对这个事情不能够说都没有态度嘛。是，我们加速来推动因为这是2次的座谈，确实一次是去年底，一次是今年中嘛。对，也总结了经验那也有各种配套的措施。那这个是这个防止卷入装置啦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保定有注意到了，咱台中的潭子啦发生一个起重机就是机械吊车就一个怀孕的妈妈载了一个小孩嘛。那这个吊车司机说他没看到，然后就给他搞过去啊。那其实呢，根据台中市的交通大队的统计台中动力机械光是台中它发生了今年的这个事故就已经有68件，那违规上路有123件啦。那我们是觉得说奇怪的，道路安会它统计也没有把这个大客车大客货车或者是跟大型的动力机械没有把它统计进去。所以这个应该要去进行调整，因为这一种车辆也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伤亡嘛。那再来就是说另外这种车它的状况就是说有一个下一页就是说一样是无照嘛，因为后来这个台中潭子的他后来经过去调查说原来是无照驾驶。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1条之1的规定你若是塞连接车、大客车、大货车的话，你无照驾驶都是4万到8万嘛。那这个32条是在规定说，这个非属汽车范围的动力机械，对吧？无照驾驶才3000块到9000块。那部长是不是觉得说这样的差异这么大？那这样的一个动力机械的无照驾驶，是不是有必要去调整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它的这个范围啦对，认定涉及到大小啦对，重量等等。那根据刚刚针对是大型的啦，大型的如果是大型的话，我们会来检讨对，来看是否来纳入因为这个部分你都无甲区分大型或者是中型或者是怎么样的状况嘛。那如果大型你恐请一关吊车，根本就是跟大客车、大货车、连接车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嘛。对，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辅助器啦，哈，事实上你第8页也有提到，哈，大客车、大货车都有补助去装这个视觉辅助器嘛，好，可是这里有一个漏洞啊，好，你看，就是说从109年1月1日起嘛，他要装这个东西，然后就是说希望那交通部也进行补助，但是大型的这个动力机械没有，所以导致在潭子发生了这个状况，就是说，你看这个吊车司机对吧？他的主张就是说视觉的死角他没看到嘛，所以是不是说应该在这个部分就是道路交通安全规则39条之一第26款里面，也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动力交通机械把它放进去。好，我们来检讨。对，我觉得这样是一个一致性的啦，因为变形工。你把大客车、大货车，事实上交通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嘛，所以也去补助它的行车视野的辅助相关的系统，那就造成说，那将来司机的时候，他可以传送到他的荧幕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针对这一种这个动力机械，大型的动力机械，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好，我们来检讨，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啊，道路交通安全规则39条之一的第26款，希望能够把大型的动力交通机械，也能够把它纳进去。好，好，我们来检讨。好，谢谢主席，谢谢邱显智委员，谢谢部长，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欧珀委员。谢谢主席，请邀请林部长。请林部长，谢谢。部长啊，你接任交通部长多久了？